太可怕了呀！中国男子刚到柬埔寨就被害了。我看完新闻啊，这后背是直冒凉气啊。这几年啊，咱们总能听到那谁谁谁啊，在这个东南亚发了财，那谁谁谁啊，在那边过得跟皇帝似的呀，听着是不是挺美的？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哎，这好事怎么就跟这个天上掉馅饼似的，偏偏它就砸到你头上呢？哎，你是长得比别人帅呀，还是这个八字比别人硬啊？我跟你们说啊，那个地方啊，现在啊就是个修罗场啊。特别是对咱们中国人来说啊，水太深了呀，深到能淹死人，而且是连个泡啊都不冒的那种。这个新闻呢是一个接一个的报，大使馆是一遍接一遍的发警告，这网上也是天天在喊啊，这个东南亚危险呀，那些高薪工作都是陷阱，别去，千万别去。可是结果呢，总有人不信邪啊。这不，这个中国小伙子把命扔那儿了，这事儿能惨到什么程度啊？我这么跟你说吧，这个小伙子从咱们中国香港坐飞机到柬埔寨金边，你知道他落地之后活了多久吗？5个多小时。那准确点说啊，应该只有3个多小时，一根烟的功夫啊，人就没了。而且那个死状啊，那叫一个惨呀！今天啊，咱就把这个事儿啊从头到尾给他捋清楚，也算给大家伙提个醒。这有些地方啊，真不是咱们老百姓该去的地方。这小伙子啊叫吴永龙，24岁，7月30号啊，他从这个香港坐飞机啊飞到了柬埔寨的金边，落地的时候呢，已经是晚上11点了。金边那个地方啊，晚上11点啊，正是夜生活刚开始的地方，灯红酒绿的呀。小吴可能还想着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明天起来大展拳脚。可是他哪知道啊，他的生命啊已经开始倒计时了。这个时间快进到第二天凌晨，天还没有亮呢啊！金边的一个开嘟嘟车的师傅拉着活啊，在路上跑着跑着，就瞅见路边黑灯瞎火的地方好像趴着个人。这个司机师傅一开始还以为肯定又是哪个喝大了趴路边睡着了呀，这种事在那边太常见了，他就把车停下来凑过去想看看。这一看，好家伙呀，魂儿都快吓飞了呀！这哪是喝醉了呀？那人一动不动，趴在泥土里，全身都是土啊！这个司机师傅啊，伸手探探鼻息，冰凉啊，早都没气儿了呀！更吓人的是啊，这人浑身上下都是伤啊，这个脸上啊、鼻孔里呀、嘴里呀、耳朵眼里啊，全都往外渗血啊！这个司机师傅当场腿都软了，哆哆嗦嗦的掏出手机报了警。这警察很快就来了，拉起了警戒线，开始勘查。这死的人是谁呀？警察在他身边发现了一个灰色的背包，打开一看，里面有护照。这一看是个中国人，吴永龙，24岁。法医过来初步检查，说这个小伙子身上有好多伤口啊，特别是这个后背跟这个胸口啊，青一片紫一块的呀，那衣服都撕烂了呀。这致命伤在哪儿呢？在脑袋上，被人呀用重物活活给打死的。这可能就是致命伤，所以才会七窍流血。哎，你说说，这得多大的仇啊，多大的恨呀！一个24岁的年轻人刚到这地方，能得罪谁啊？他穿着白 T 恤、黑外套、白裤子，那打扮的是干干净净的一个小伙子，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惨死在了异国他乡的公路边上。从他晚上11点落地到这个凌晨被发现啊，中间就这么几个小时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还是个外国人，肯定得查呀。他们就开始在周围找，看看有没有监控。嘿，你猜怎么着？还真让他们找着了。就在不远的一个地方啊，有个摄像头，正好能拍到那条路。这个警察们就赶紧把这个监控录像给调出来，从这个半夜11点开始啊，一帧一帧的看啊，看着看着，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啊，有的人甚至当场就骂出声来。这监控里显示啊，就在凌晨2点多啊，一辆黑色的轿车疯了一样的从远处开了过来。这最吓人的是啊，这辆车的车屁股后头啊，在地上拖着一个东西，一开始呢是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一个人形。等到这个车开近了，在昏暗的路灯下一闪而过，所有人都看清楚了，那辆车后面拖着的就是一个人呀，就是小吴。我的天哪，你们敢想象那个画面吗？一个人啊，被这个绳子或者是什么东西啊拴在这个车的后面，在柏油马路上高速拖行啊，那得是多大的痛苦，多大的折磨呀！
难怪他身上那么多伤，这个衣服都烂了，后背上全是这个泥土和血迹。这帮凶手根本就没把他当人看呀，这就是纯粹的虐杀呀！那辆黑车开到抛尸的地点连停顿都没有车锁都没怎么剪，就那么一甩，把这个小吴的尸体像扔垃圾一样就甩在路边了，然后一脚油门瞬间就消失在了夜色里。整个过程是行云流水没有半点犹豫。这说明什么呀？这帮人是惯犯是职业的冷血残忍，不把这个人命当回事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杀人了这是在宣泄一种兽刑。这个监控也把这个小吴的死亡时间进一步缩短了，从他11点落地到凌晨2点多被这个车拖着走，满打满算也就3个多小时。在这短短的3个多小时里他经历了从希望到绝望再到被虐杀的全过程这柬埔寨的土地他才刚刚踏上，还没来得及好好看一眼，就成了他埋骨之地。现在这个情况基本上就清楚了，人呢是被虐死的，然后抛尸。那问题就来了，这个凶手图什么呢？一般咱们老百姓想害人嘛，无非就是2种图财或者是寻仇。你说这寻仇吧，不可能这个小吴他是刚下飞机人生地不熟的，连个本地朋友都没有，他能跟谁有仇那就剩下另一种可能了，图财，抢劫杀人。那这就更有意思了这个警察不是在他尸体边发现他的背包了吗？这打开一看不管是护照机票都在，还有这3张银行卡，还有一些洗漱用品，都好端端在这个包里。那这就奇怪了你说如果是抢钱的看到你个大活人都把你害了，能不搜身吗？能把你背包里明晃晃的银行卡给你留下吗？这不合逻辑就算这个卡里面没钱或者是不知道密码，那也得拿走试试哪有这个抢匪还给你留着的道理所以这事儿8成不是为了抢那点小钱这个凶手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图财。那你说不是图财也不是寻仇，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呀？能让这个凶手用这么残忍的手段对一个刚到柬埔寨还不到3个小时的中国小伙子下死手这事儿就透着一股子邪乎劲儿。这背后肯定有更大的咱们意想不到的黑幕当地的警察也觉得这个案子不简单。后来呢，有一个参与调查的警察偷偷的跟这个记者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所有人都觉得毛骨悚然。他说我们怀疑杀这个小吴的凶手很可能也是中国人。中国人专坑中国人，这句话在东南亚那片地方不是一句玩笑话，是一句用血和泪写出来的警告。那为什么这个警察会这么怀疑因为在这个柬埔寨，在缅甸，在泰国，在整个东南亚盘踞着一群丧心病狂的中国人他们干啥呢？搞诈骗，搞网赌，搞各种黑灰产。这些地方被叫做诈骗园区，或者叫网赌园区，听着就像个科技园，实际上是人间地狱，是屠宰场。他们需要大量的员工来帮他们干活，就是打电话在这个网上聊天，骗咱们国内的同胞。那从哪儿招人呢？他们就从网上发各种帖子，说什么月薪3万，包吃包住，工作轻松，只需要打字聊天。听着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很多在这个国内混得不如意，或者是想一夜暴富的年轻人一看这招骗眼都绿了脑子一热就去了。结果呢，这一落地这护照就被收了，手机就被抢了，然后呢，把你关进一个高墙电网、有打手站岗的园区里。从此你就不是你了你就成了他们的猪仔。每天给你定这个业绩，你骗不到钱呢，对不起，不给饭吃，先饿你3天。还骗不到呢，那就打。电棍鞭子、老虎凳你想得到的、你想不到的酷刑都给你来一遍，打到你服，打到你怕，逼着你去骗自己的亲人朋友、同胞。你想跑那园区跟这个监狱一样这个墙上全是电网门口的打手手里拿都是真家伙跑出去被抓回来，那可不就是一顿打能解决得了？什么剁手指打断腿都是家常便饭甚至直接把你处理掉。就像这个小吴这样子这个尸体往野外一扔，谁知道你是谁这联合国都看不下去了，专门发了个报告说在缅甸至少有12万人在搞网络诈骗，在柬埔寨也至少有10万人，这20多万人每年创造的黑色收入是多少？几十亿美金这几十亿美金每一分钱都沾着血。现在咱们再回过头看小吴这个案子，一个刚下飞机的年轻人为什么会被用这么残忍的手段杀死？还不是为了图财？
那很有可能啊，他就是被这种高薪工作给骗过去的。可能是一落地啊，接他的人就想控制他，收他的护照。这个小吴啊，年轻气盛，肯定不干呀，反抗了。结果呢，那帮毫无人性的畜生啊，一看这猪仔不听话，脾气还挺硬，留着呢也是祸害，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啊，把他给处理掉了。甚至啊，可能就是为了杀鸡儆猴，故意用这种残忍的方式把他给害了，然后用视频啊拍下来，给这个园区里啊其他不听话的猪仔看。看到没？这就是下场啊！你还敢跑吗？你还敢不听话吗？这才是这起案件背后啊最可能也是最让人不寒而栗的真相啊！那聊到这儿啊，我心里真的是堵得慌啊！一个24岁的小伙子啊，就这么没了呀！他的爹妈呀，把他养这么大，现在白发人送黑发人，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啊，该是多么大的晴天霹雳啊！可能他们现在都想不通，自己活蹦乱跳的儿子怎么出去了一趟就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这些年啊，这种新闻还少吗？上个月啊，不也是一个24岁的小伙子啊，被骗到这个泰国啊，说是做生意，结果呢被绑架了，跟家里要赎金，这个钱没给到位，直接就被撕票了。就在小吴这新闻底下，我看这个评论差点没被气死啊！还有个人在那儿问，那月薪2万的客服到底能不能去啊？我朋友在那边就挺好的呀，是不是你们在危言耸听？我的天哪，我都想顺着这个网线爬过去啊，给他2个大嘴巴子，把他摇醒哦！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做梦呢？别人血淋淋的教训摆在你面前哦，你还看不见吗？哎，你朋友在那边好好的，可能是因为他骗的业绩好啊，是那群畜生的优秀员工啊！哎，你敢保证你也能做到吗？你敢拿自己的命去赌这个万一吗？这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呀，只会掉铁饼啊！而且是专砸你这种爱做白日梦的人。所以啊，今天聊了这么久啊，我就是想跟大家伙儿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踏踏实实啊，在这个国内找个工作，哪怕这个钱少一点累一点啊，但是你安全啊，你晚上能安安稳稳的躺在自己的床上睡觉，这周末呢能跟家人朋友吃个饭喝个酒，这才是生活呀！别再被那些花言巧语给骗了，别再拿自己的命啊去考验国外那些恶魔的人性啊，因为他们哦早都没有人性了。如果呢你觉得我讲的有道理啊，把这段视频啊转发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特别是那些比较年轻的、有点不谙世事的弟弟妹妹们，别让这个吴永龙的悲剧啊再在咱们任何一个同胞身上重演了。